你可能听过胆固醇、可三酸甘油酯这个名字，太多人却是一知半解。事实上，这个家伙比胆固醇更狡猾、更阴险。它不痛不痒，悄无声息地堆积在你的血管里。等到你发现它的存在，往往就是被救护车送进急诊室那一刻。脑梗、心梗、急性胰脏炎，全都跟它脱不了关系。让我先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在新北市有位72岁的张伯伯，2025年9月的健检报告上，他的三酸甘油酯数值竟然冲到了800多毫克每分升。要知道，正常人的标准是150以下。医生告诉他，再这样下去，急性胰脏炎和心肌梗塞随时会找上门。可张伯伯不信邪，他甚至连药都没有按时吃，只是改变了一个简单的饮食习惯。半年之后，他再去检查，三酸甘油酯竟然降到了120以下，连医生都吓了一跳，问他到底吃了什么仙丹妙药。张伯伯笑着说，我只是每天晚餐吃1条鱼而已。你没听错，每天就吃1条鱼。可这条鱼并不是随便哪一条，它早已被欧美与日本的心血管学界私底下称为三酸甘油酯的克星。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个被低估了几十年的食物彻彻底底的揭开来。看完这一集，你不仅会明白为什么吃药都压不住三酸甘油酯，更会学到一个简单到不可思议的办法，每天吃一次，让三酸甘油酯升高比登天还难，血管畅通无阻，一辈子远离三高、心梗、脑梗的死亡阴影。要搞懂为什么这条鱼这么厉害，我们先得搞清楚三酸甘油酯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三酸甘油酯英文叫做 triglycerides， 医生常常简称 TG。 简单说，它就是你血液里的脂肪。我们身上那一坨一坨恼人的赘肉，本质上就是饱含三酸甘油酯的脂肪细胞聚集处。注意啦，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观念，很多人以为脂肪是吃猪油、吃肥肉才会升高，这真的是一个天大的误会。真正让三酸甘油酯飙升的元凶，竟然是甜食、米饭、面条、水果、酒精这些看似清淡的东西。为什么会这样呢？道理其实非常简单，当你吃下白饭、面包、蛋糕、含糖饮料，你的身体会把这些碳水化合物分解成葡萄糖。葡萄糖一旦超过身体立刻需要的量，肝脏就会启动一个古老的生存程式，把多余的糖分打包封装，然后转换成三酸甘油酯丢进血液里，准备储存到脂肪细胞，当作未来的备用能量。换句话说，你的肝脏就是一个全年无休的脂肪工厂。你每多喝一杯手摇饮，每多吃一块凤梨酥，肝脏就多开几条生产线，把糖分硬生生变成血脂。所以你看，胆固醇大约2/3来自肝脏自制，1/3才是吃进去的。可三酸甘油酯不一样，它几乎完全跟你的饮食和代谢挂钩。喝酒的人、糖尿病的朋友、爱吃甜食的长辈，常常胆固醇看起来都正常，可三酸甘油酯却已经爆表。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明明不胖，健检数字一看，三酸甘油酯300、400、500，医生脸色都变了。那些每天一杯珍珠奶茶，3餐配白饭吃到饱，周末再来几瓶啤酒的朋友，你的肝脏现在大概正在加班加点地，把这些东西变成你血管里的油泥。那三酸甘油酯到底有多可怕呢？我来告诉你几个让人心惊胆战的数字。根据国际心血管医学会的统计，当你的三酸甘油酯超过200毫克每分升，你死于心血管疾病的几率比正常人高出整整25个百分点。当它超过500，急性胰脏炎随时可能找上你。这是一种死亡率极高的急症，到院抢救都不一定救得回来。更可怕的是，三酸甘油酯升高会连带把高密度胆固醇，也就是俗称的好胆固醇一起拉下水，使你的血管失去最后的保护伞。从此之后，动脉粥状硬化、血栓、斑块全部接踵而来，最终就是心肌梗塞、脑中风、半身不遂，甚至猝死。更让人担忧的是，三酸甘油酯还跟脂肪肝有着密不可分的兄弟关系。当肝脏生产的三酸甘油酯来不及全部送进血液，它就会直接堆积在肝细胞里，
这就是非酒精性脂肪肝。台湾20岁以上成人每3个人就有1个是脂肪肝患者。脂肪肝再进一步就是肝纤维化、肝硬化、肝癌。你以为这只是健检报告上一个轻飘飘的红字吗？不，它是一条通往死亡的高速公路。说到这里，可能很多朋友会问，那为什么不吃药呢？药不是可以压下来吗？这就要说到一个让无数医师都头痛的真相。针对胆固醇，我们有非常有效的史塔汀类药物，可针对三酸甘油酯，药物的效果其实非常有限。美国有一份大型研究发现，即使是已经乖乖在吃史塔汀药物的患者当中，仍然有超过30%的人三酸甘油酯始终压不到150以下。也就是说，即使你天天吃药，你的心血管风险仍然有一大块缺口没有被补上。这个缺口，医学界给它取了一个冰冷的名字，叫做剩余风险。它就像一颗定时炸弹，藏在你的血管里，谁也不知道哪一天会引爆。那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填补这个缺口呢？答案的线索其实早在50年前就已经出现。事情要从1970年代的格陵兰岛说起。当时2位丹麦科学家邦恩博士和戴尔贝格博士跑到极圈北部的因纽特人部落，他们发现了一件超乎常理的事情。这些因纽特人几乎每天都吃高油脂的海豹肉、鲸鱼肉、深海鱼，胆固醇摄取量比欧洲白人高出好几倍。按理说，他们的心血管疾病应该爆表才对。可奇怪的是，这群人的心肌梗塞发生率竟然只有丹麦本国人的1/10。这个谜团困扰了整整一个世代的医学家，直到后来大家才终于明白，因纽特人吃的那些海洋脂肪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物质，它的名字就叫做 Omega-3 多元不饱和脂肪酸。时间来到2005年，这场跨越半个世纪的科学接力迎来了真正的高光时刻。日本神户大学的医学教授横山光弘和他的团队发起了一项震惊全球心血管学界的大型研究，叫做 JALIS 研究，全名是日本20碳5烯酸脂质介入研究。这项研究招募了高达18000多名高胆固醇血症患者，平均追踪了将近5年的时间。研究的设计非常简单，一半的人只吃常规的史塔汀药物，另一半的人则在吃史塔汀的同时，每天额外补充1800毫克的高纯度 EPA。EPA 是什么？它的全名是20碳5烯酸，是 Omega-3 多元不饱和脂肪酸最关键的一员，几乎只存在于深海冷水鱼的脂肪当中。研究结果一公布，全世界的心血管医师都震惊了。光是每天多吃这1800毫克的 EPA， 重大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整整下降了 19%。对于三酸甘油酯偏高、胆固醇偏低的高风险族群，下降幅度甚至高达 53%。注意啦，这是在已经吃药的基础上再额外下降的数字，这已经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从那一刻开始，日本、欧洲、美国的心血管学会陆续修改治疗指引，正式把 EPA 这种来自深海鱼的脂肪酸纳入了心血管疾病预防的主流推荐。事情还没有结束，2018年全球医界又进行了一项规模更大的研究，叫做 REDUCE-IT 研究。这次的剂量更猛，每天高达4000毫克的高纯度 EPA， 连续追踪了将近5年。结果显示，原本就有心血管疾病或糖尿病加上其他风险因子的患者，心肌梗塞、脑中风、心血管死亡的综合风险整整下降了 25%。 同年发表在美国心脏协会期刊的另一项研究还指出，曾经做过冠状动脉支架或绕道手术的患者，每天摄取4000毫克高浓度纯 EPA 心血管事件，再发风险再下降约30%。这已经不是食物的等级了，这简直就是一种来自海洋的天然药物。更新的证据还在源源不绝地冒出来。2025年1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陆杰教授团队把309位中国第2型糖尿病合并高三酸甘油酯的患者随机分成2组，一组每天吃4克的鱼油，另一组吃4克的玉米油作为对照。
一两周后，吃鱼油的这组三酸甘油酯显著下降，血清的脂质组成被彻底改写，连肠道菌相都变得更健康。研究团队甚至发现，事前肠道菌相的组成可以预测一个人对鱼油的反应强度。这是医学界第一次精准地告诉我们，深海鱼油的效果不只是粗略的降血脂，它几乎是在分子层次重新编写你身体的代谢程式。可问题来了， EPA 到底躲在哪里？答案是，它几乎全部浓缩在一种你我都不陌生，便当店里2-3块钱就能买到一片的鱼身上，它的名字叫做青鱼。对，就是那个被你忽略了一辈子的青鱼。市场上一条才几十块台币，便当盒里黑乎乎油亮亮的一片，很多人甚至嫌它味道太重，觉得是穷人吃的鱼。可你万万没想到，这个被你瞧不起的便宜货，竟然是大自然赐给人类最强悍的三酸甘油酯克星。让我们来看一个数字，根据台湾食品营养成分资料库，每100公克的青鱼含有2751毫克的 EPA，外加4503毫克的 DHA， 这是什么概念？我们拿大家心目中那些高贵鱼种来比一比，每100公克的旗鱼 DHA 含量只有302毫克，每100公克的尾鱼 DHA 含量只有105毫克，也就是说，青鱼的 DHA 含量几乎是旗鱼的15倍，是尾鱼的43倍。一条便当，青鱼的营养就抵得上整整一条尾鱼。而且青鱼还有另一个你想不到的优点，它体型小，生命周期短，海洋食物链位置低，所以重金属累积的风险远远低于旗鱼、尾鱼这些大型洄游鱼。对于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朋友来说，每天一片便当青鱼，既补到了营养，又躲过了汞污染，便宜、安全、效果好，这不就是上天掉下来的礼物吗？那么青鱼的 EPA到底是怎么把三酸甘油酯压下去的呢？这背后的机制，现代医学已经研究得清清楚楚。它走的不是一条路，而是3条。第一条路 ，EPA 进到肝脏之后，会直接抑制一种叫做 VLDL 的脂蛋白生成。VLDL 就是三酸甘油酯在血液里的运输卡车。卡车越少，路上跑的三酸甘油酯就越少，血液自然越来越清澈。第二条路，EPA 会启动脂蛋白质解酶，这个酶就像血管里的清道夫，会把已经循环在血液里的三酸甘油酯迅速分解掉，运走。第三条路更神奇，2021年，美国范德比大学的格雷文古德博士团队发现，欧米伽3进入小肠之后，会生成一种叫做 NCG 牛磺酸的代谢物，这种物质可以直接减缓小肠对脂肪的吸收，也就是说，你吃进去的油还没进入血液，就已经被拦截了一大半。3条路径同时作战，效果有多猛？根据2025年最新发表在《食品科学与营养期刊》的临床综述，每天摄取2到4克的高纯度欧米伽3，连续1-2周，三酸甘油酯可以下降 16% 到 24%。对于某些重度患者，下降幅度甚至可以超过 50%。这个效果是任何一种食物、任何一种保健品都无法比拟的。更妙的是，青鱼的好处还不只是降三酸甘油酯，它还能做3件事。这3件事，每一件都直接关系到你能不能逃过心梗脑梗的鬼门关。第一件，稳定血管内皮细胞膜。我们的血管最内层有一层叫做内皮细胞的保护膜，这层膜一旦受损，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血小板就会像滚雪球一样在裂缝处堆积，形成动脉斑块。EPA 和 DHA 可以镶嵌进细胞膜的磷脂双分子层，让细胞膜更柔软、更有弹性，不容易破损。打个比方，这就像给你血管的内墙重新贴了一层特殊涂料，又滑又有弹性，垃圾根本粘不上去。第二件，全面抗发炎。慢性发炎是现代医学公认的万病之源，心血管疾病的本质其实就是血管壁的慢性发炎反应。EPA 能够抑制一种叫做花生四烯酸的发炎物质生成，同时释出一系列叫做消退素和保护素的特殊抗炎介质。换句话说， EPA 不是把火扑灭，而是直接把火源连根拔起。对于关节炎、
类风湿、慢性肠炎，甚至阿兹海默症 EPA 都有辅助改善的科学证据。上海交通大学在2025年1月发表的那项临床试验就指出，深海鱼油不仅可以降低糖尿病患者的三酸甘油酯，还会改变血清脂质体的组成，全方位对抗发炎，对抗代谢症候群。第三件，抗血小板凝集，也就是俗称的天然阿司匹林效果。血栓是怎么形成的？是血小板过度聚集，粘成一团，堵住血管。EPA 可以减少血小板的活性，降低血栓的风险。日本人之所以心血管疾病死亡率是全世界已开发国家当中最低的，学界普遍认为，就跟他们从小吃大量青贝鱼的饮食习惯有关。冲绳、北海道这些长寿地区，几乎家家户户餐桌上每天都有一份煎青鱼、烤秋刀鱼或者盐烤沙丁鱼。冲绳100岁人瑞的饮食调查更发现，他们一周至少吃6到7次鱼，几乎天天不断。说到这里，可能有朋友会问，那我不爱吃青鱼怎么办？没关系，深海冷水鱼这个家族里，青鱼只是队长，其他几个高手也非常厉害，我列给你听。秋刀鱼每100公克的欧米伽3也将近3000毫克，便宜又好取得。鲑鱼，特别是野生鲑鱼，每100公克约1500到2000毫克。沙丁鱼罐头方便又营养，一罐就能补足1天份。竹夹鱼、五仔鱼，这些便当店或夜市便当常见的青贝鱼，欧米伽3含量都非常可观。记住一个简单的原则，背部呈现青蓝色的小型洄游鱼，几乎都是优秀的选手。但是记得避开几种大型掠食性鱼类，例如旗鱼、剑鱼、鲨鱼、大目尾。这些鱼虽然名字响亮，但海洋食物链位质太高，重金属特别是汞的累积非常严重，吃多了反而伤害神经系统。对于孕妇、哺乳期妇女，还有65岁以上的长者，更是要严格避免。接下来我要告诉你一个关键的细节，这个细节会决定你吃下去的青鱼到底有没有效，那就是怎么煮。很可惜，台湾便当店最常见的盐烤、干煎，其实会破坏掉约 20% 到 30% 的欧米伽3。如果是油炸，破坏率可能高达1半以上。最聪明的吃法是什么？是清蒸、水煮或者低温烘烤。日本人最爱的盐烤青鱼，温度也是控制在中火短时间，外皮焦香，但内部肉质还是水嫩多汁。如果你在家做，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烤箱摄氏180度烤12分钟，连鱼汁都不要倒掉，那才是精华。另外切记，鱼油怕氧化，鱼买回来最好2天之内吃完，冷冻保存可以延长到2周左右，但风味会打折扣。那这条鱼到底什么时候吃最好呢？答案会出乎你的意料，是晚餐。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血脂代谢在夜间的活跃度最低。如果你在晚餐摄取优质的欧米伽3，这些脂肪酸会在你睡觉的时候慢慢进入血液，整夜替你修复血管，清理三酸甘油酯。早上起床，你的血液状态会比前一天更干净。所以日本长寿老人很多都有一个习惯，晚餐一定要有一道鱼。还有一个关键的小撇步，青鱼搭配维他命 E 含量高的食材一起吃，例如腰果、杏仁、葵花籽，效果更上一层楼。为什么？因为 EPA 和 DHA 是高度不饱和脂肪酸，特别容易被氧化。维他命 E 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可以保护这些珍贵的脂肪酸不在血液里半路报废。一份煎青鱼，撒一点碎坚果，配一盘蔬菜沙拉，这就是日本冲绳100岁人瑞的标准晚餐配方。当然，光吃青鱼还不够，我们要打的是一场血管的全面保卫战。除了这条主角，还有几个配角，配合着吃，效果加成。第一个配角，纳豆。日本人长寿的另一个秘密就在这，纳豆里含有一种叫做纳豆激酶的酵素。临床研究发现，每天连续服用1-2周的高剂量纳豆激酶，总胆固醇和坏胆固醇可以下降 15% 到 18%， 颈动脉斑块厚度甚至能减少超过 20%。 纳豆配青鱼等于同时把血管内外都打扫干净。
刚开始吃不惯那股味道的朋友，可以先选日式酱油风味的小盒纳豆，每天一盒，慢慢适应。第二个配角，黑木耳。黑木耳里的多糖体可以减少血液粘稠度，抑制血小板凝集。凉拌黑木耳，每周吃个3到4次，是非常温和的天然清血剂。记得买干燥黑木耳自己泡发，比现成凉拌的更安全卫生。第三个配角，洋葱。洋葱含有大量的硫化物和胡皮素，能够扩张血管，降低血压。煎青鱼旁边配一盘洋葱丝，就是完美的护心晚餐。日本长寿县、山梨县的乡土料理，几乎每一道都离不开洋葱跟青鱼的组合，这绝对不是巧合。第四个配角，燕麦。燕麦里的贝塔葡聚糖是一种水溶性膳食纤维，可以在肠道吸附胆酸，帮助胆固醇代谢。但是要小心，燕麦本身是主食，吃多了多余的淀粉会变成三酸甘油酯，反而帮倒忙。正确的吃法是用燕麦取代部分的白饭，而不是把它当零食、当早餐、当宵夜，毫无节制的吃。一份煮熟的即食燕麦片大约20公克，可以替换掉一份白饭约50公克。这个换算原则一定要牢记。第五个配角，牛蒡。研究发现，每天约30公克的新鲜牛蒡可以帮助降低胆固醇。牛蒡中的水溶性膳食纤维和皂素能够在肠道吸附，并带走多余的胆酸和脂肪。记住，要吃新鲜的。牛蒡茶经过高温加工，营养早就流失了。说到这里，可能还有人不放心，会问，那我直接吃鱼油胶囊不就好了吗？关于这个问题，我必须非常严肃地告诉你一个事实。市面上绝大多数的保健品鱼油纯度都远远不及处方等级。根据2023年中国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专家委员会发布的专家共识，要达到治疗效果，欧米伽3的纯度必须在 90% 以上，每日剂量要达到2到4克。可市面上一般保健品鱼油纯度多半只有 30% 左右，一颗胶囊的有效成分连500毫克都不到。你以为自己每天乖乖吃了1颗，其实只补到了真正治疗剂量的1/10。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吃了大半年的鱼油，去抽血一看，三酸甘油酯数字纹风不动。所以我的建议很简单，能用真食物就不要靠胶囊，一片新鲜青鱼胜过10颗来路不明的保健品。当然，如果你的工作时常需要应酬，或者实在不爱吃鱼，那选择高纯度有第三方检验报告的鱼油胶囊也是退而求其次的办法。但记得认明 EPA 加 DHA 的总量不是看胶囊有几颗，而是看每颗里面到底装了多少有效成分。当然，凡事都有例外，有4种人吃青鱼和补充鱼油之前，一定要先和医师讨论。第一，正在吃抗凝血药物，例如阿司匹林、华法林的朋友。欧米伽3本身就有抗凝血作用，两者叠加可能会导致出血风险升高。第二，痛风发作期的朋友，青鱼属于中高普林食物，急性发作期暂时避开。第三，对鱼类过敏的人。第四，正在准备手术或刚刚手术完的患者。除此之外，绝大多数三高、慢性病、银发族的朋友，每天一片青鱼，几乎是百利而无一害的选择。更重要的是，要把青鱼的疗效发挥到极致，饮食生活的其他环节也要配合。第一，戒掉一切含糖饮料，手摇饮、可乐、果汁，这些液态糖分会直接灌进你的肝脏，瞬间制造出大量的三酸甘油酯。第二，控制精致淀粉，白米饭、白面条、白吐司，这些升糖指数极高的食物，每天摄取量尽量压在你过去习惯的1半以下，多用糙米、地瓜、燕麦来取代。第三，戒酒或者大量减少酒精，在肝脏代谢的过程中，几乎全部会被转化成三酸甘油酯，这是最直接的凶手。一杯红酒下肚，肝脏就停下其他工作，优先处理它，剩下的脂肪只能堆积起来。第四，动起来。每周至少150分钟的中强度有氧运动，例如快走、超慢跑、骑自行车，可以显著提升脂蛋白脂解酶的活性，
帮你燃烧掉血液里的三酸甘油酯。第5，睡眠要充足，长期熬夜会打乱胰岛素和瘦素的分泌，导致脂肪代谢紊乱。每天晚上11点以前上床，这一条可能比你吃任何保健品都重要。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个来自台北市某社区卫教中心的真实案例。一位68岁的刘阿姨，5年前确诊糖尿病，三酸甘油酯长期维持在400左右，怎么吃药都压不下来。她的女儿看了日本 NHK 关于冲绳长寿饮食的纪录片之后，帮妈妈设计了一个简单的菜单，每天晚餐改成1片烤青鱼，加1盘凉拌黑木耳，主食减半，饮料一律改成无糖绿茶。3个月后，刘阿姨回去复诊，医师看着报告，惊讶的说不出话。三酸甘油酯从400降到138，糖化血色素从 7.8% 降到 6.5%， 连体重都掉了3公斤。医师问她吃了什么，刘阿姨笑着拿出手机，把女儿写的食谱给医师看。那位医师当场拍了照，后来在诊间推荐给好多病人。这就是饮食改变的力量，温柔缓慢，但深刻的超乎想象。最后，我想用3句话帮各位总结这一集的精华。第一，三酸甘油酯比胆固醇更狡猾，它的真正元凶是糖分、碳水、酒精，而不是肥肉。第二，青鱼等深海青背鱼当中的 EPA 是目前科学证据最强也最便宜的三酸甘油酯克星，每天1片，数值可以在3个月内下降2到4成。第三，光吃鱼还不够，搭配纳豆、黑木耳、洋葱、燕麦，再加上每天30分钟的快走或超慢跑，戒掉含糖饮料和宵夜，半年之内，你的血管会彻底脱胎换骨。朋友啊，健康从来都不是靠仙丹、靠秘方，它藏在你每一顿饭、每一个夜晚的睡眠、每一次选择之中。从今天的晚餐开始，给自己加1片青鱼，半年之后，当你拿到下一次健检报告，看着那一行行恢复正常的数字，你会打从心底感谢今天打开这支影片，并且愿意改变的自己。血管的畅通不是奇迹，是你日积月累的善待、心梗、脑梗，这些听起来离我们很遥远的词，其实就藏在你下一杯珍奶、下一块蛋糕、下一顿宵夜的选择里。但同样的，一条青鱼、1碗燕麦、1盘洋葱凉拌黑木耳、一场黄昏散步，也能在你不知不觉之中，把这些危险悄悄地推得远远的。请把这个讯息分享给你爱的家人，特别是家里65岁以上的长辈，还有那些天天嚷嚷着三酸甘油酯压不下来的朋友。让我们一起活得健康，活得久，活得有尊严。